现在不是获利不获利的问题，美国继续拱火俄乌冲突将付出巨大代价。48小时之内，拜登政府收到2个坏消息，本土防线可能会被攻破。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我们常说呢，战争贩子美国是靠战争获利，局势越混乱，对美国越有利。但是这场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似乎颠覆了世界对美国的这一认知。刚开始，美国确实像往常一样，从俄乌战场攫取暴利，比如说通过渲染俄罗斯威胁，进而大肆向欧洲兜售军武。而后冲突发展到僵持阶段，美国智库主动爆料说美国在俄乌战场上已经无利可图。再到现在，美国要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获不获利，而是继续下去有可能会迎来巨大代价。短短48个小时，拜登政府就收到2个坏消息，其一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承认，乌克兰消耗弹药的速度已经远超北约的生产力，对乌军援乌行动正在大大消耗北约的武器库存，这等于是直接承认，为了维系这场俄乌冲突，北约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世界局势普遍紧张之际，弹药库存被消耗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首先，北约群狼对付一个俄罗斯尚且都打得这么费劲，可见这么多年北约的战斗力退步不少。说的好听点是北约生活在美国的庇佑之下，那么说难听点，美国对北约的控制间接的削弱了北约的战斗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应该对此有危机感。北约战斗力普遍下滑，美国对俄斗争的数量优势被无限的削弱如果说俄乌冲突真的扩大至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那美国也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北约已经不是从前的北约，相比于第一个坏消息，第2个坏消息对美国来说更为致命。因为北约战斗力下滑，对美国的影响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直接，而一旦冲突扩大，牵扯到美国本土防线，就得另当别论。日前，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表态，只要普京下令，我们甚至愿意开赴美国。在其看来，俄罗斯拥有一切力量手段来实现目标，在对俄军战力充满自信的情况下，卡德罗夫也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帮普京实现目标。所以不得不说在俄罗斯被西方久攻之际呢，车臣领导人的表态给俄罗斯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反问美方阵营，有愿意跟美国一起出生入死的盟友吗？答案好像就不用多说了。而且车臣的表态更是让美国本土防线处于直接崩溃的边缘。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我们完全相信卡德罗夫说的这一幕会变成现实。而当冲突波及到美国本土那一刻，美国实际上已经输了。什么本土绝对安全，美军战力是神话，都将沦为一纸空谈。总的来说吧，美军已经有引火烧身的迹象，如果他们还没有察觉，任由局势扩大，那结果就会像卡德罗夫所说的那样，美国离本土防线崩溃就越来越近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